天一亮，我回驿站。要去长安，就一定会经过土林。只有跟着苏爵他们，才不会被困住。想明白了？必须要去长安。哼，这个时候再回标国，一来一去，就算动骑兵、快马加鞭，也不一定赶得上苏爵他们。一定要阻止他的阴谋，否则标国南诏必将陷入无边的战火。想明白了就好啊。此去艰难重重，我想两位就不必跟着我冒险了。我也是标国人，我有责任阻止苏爵。我跟你去长安。我们同路。对了，殿下，你和夏大哥是什么时候商量好假穿琵琶骨的？我们所有人都被你们俩骗了。我一直都不相信夏大侠他会害我，所以我请他配合我演了这出戏。你们俩私下商量的？不用商量。你们两个先出去，我有话要问他。以假乱真，你我联手，定能使其露出真面目。委屈之处，还望忍耐。这么说，你早就开始怀疑苏爵了？我怎么会怀疑自己的兄弟？但是有一件事，我始终不明白。在标国的时候，叶沙罗救我们用的迷药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，你放心吧，没杀人，药倒而已。一吸就倒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叶沙罗这个迷药应该不简单。然后在瑞里，我又见到了同样的东西。那个时候我就怀疑，叶沙罗的迷药和恶蛛王的是同一种东西。叶沙罗和恶蛛王互有来往？看上去不像，所以我没有在意。直到夏大侠说，叶沙罗和苏爵可能早就认识，我才想起来，恶蛛王和伽罗娜一直有往来。恶蛛王的迷药很可能献给伽罗娜一点儿，所以这些迷药苏爵也能拿到，而叶沙罗的迷药其实是苏爵给他的。他们一路都在救我，所以我没有怀疑。请夏大侠配合我演戏，只是为了看看他们的反应。谁知道苏爵居然如此狠心，这么多年，我居然像傻瓜一样，完全被他给骗了。因为你太信任他了。还是要多谢夏大侠，要不是您想出和唐皇有仇的借口，我还真找不出一个理由请人穿您的琵琶骨。不是借口，是真的。此去长安，就是为了杀唐皇。唐皇李阔，你真的和他有仇？是。一个游侠，一个皇帝，怎么会结仇呢？早点休息吧，我的故事到了长安再讲给你们听。别担心，就算我刺杀唐皇，也不会连累标国。怎么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藏着这么多的秘密？
虽然恨你入骨，但在生死之前，我还是想叫你一声我的儿子。老爹，对不起。没有人了。他们一早就离开了。他们往哪儿走的？图林，后面发现一座新坟，上面的名字是加罗纳。加罗纳死了，是苏爵杀的。不管是谁杀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苏爵的野心了。没用了，他们一早出发，这里风尘又大，马车的痕迹肯定早就没了。那我们追进去试试，说不定能碰巧跟上他们。这土林是天地间的奇景，谁也不知道何时形成。如今这土林的占地正在慢慢缩小，或许千百年后会变成一处供人游玩之地。但目前来说太大了，我们进去以后恐怕就很难出来了。绕道，从其他地方进大堂。时间呢？苏爵领先了一步，如果我们不能赶在他前面，就来不及阻止他的阴谋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总不能飞过土林吧？还有一条极险的路。少主，水。终于走出来了，叶沙洛，还多亏你领路了。现在已经是大唐境内了，离长安又近了一步。爹，等着我回来。你觉得加罗纳愿意看到你吗？叶沙罗，好了，叶沙罗，你这个时候惹我，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。你是不是因为舒南陀没跟上我们，不高兴？我希望他别跟了。他一定会跟来，我比谁都了解他。他会跟来长安，到时候我会在长安把他给杀了，为我老爹报仇。加罗纳的死跟他无关。
那你打算怎么对付苏决？走一步看一步。现在有叶沙罗在苏决身边，他一定能帮到我们。叶沙罗一心喜欢苏决，他要享受他的荣华富贵，怎么可能帮我们？真是不懂女人。什么意思？他如果真像他那么说的，他为什么会冒这么大的险救你？如果他一心投靠苏决，那这神骨他根本就不会还给你。你是说，他这样说，只是不想你跟上来。他怕苏决伤害你。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走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相信，他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。王子殿下，我也是女人，我不会看错的。他心里有你。很快就会遇到大唐的军队了，记住，到时候就说，标国王子舒难陀途中病重，由我来替他献乐。放心吧，少主，乐团里都交代过了，不会说漏嘴的。少主，我们不提舒难陀不就行了？就说是您一直带队。可是我们途经南诏啊，南诏王一谋寻，会把乐团的名单报给大唐。不过还好，南诏王不会亲自去大唐。别忘了你答应我的，到了长安告诉我亲生父母的下落。放心，虽然你一直在坏我的事，可是我这个人就这样，信守承诺。少主，您不是一直说神骨是重要之物吗？可是现在神骨在舒难陀手里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不都说了吗？舒难陀一定会追去大唐，到时候神骨一定会落到我的手里。神骨有那么重要吗？我真不明白了，为什么苏决这么看重这神骨？是不是敲上去与众不同啊？早就试过了，用手敲了，鼓槌也试过，没什么特别的。那就说明它没用。这神骨一定有什么秘密，不然苏决不会这么想要的。哎，你跟我说一说关于这个神骨的传说啊。传说这骨是从天外而来，是神灵赐给我们翡翠部落的神物。再就是部落的神女曾用巨兽的骸骨敲响神骨，唤醒神灵的力量，百战百胜。也就是这些了。我都说了，只是些传说而已。有的时候，古老的传说会用另一种方式隐藏真相。你是说，它真的从天外而来？难说，或许这骨真的是由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打造而成的。可是你敲了它，也没有什么神明的力量啊。等等，传说里面是说神女在敲这鼓吗？对呀，那你试一试。来，给你。什么都没有啊！看来，真的只是传说。不对，神女不是关键。传说里特地说明，是用巨兽的骸骨敲响神鼓。你是说，敲鼓还得找只巨兽来？不，巨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骸骨，用骸骨击打神鼓。你猜的已经有点接近了。这鼓看上去没什么特别，但当你用正确的东西把它敲响时，你自然会见识到什么是神鼓之力。是什么特别的东西？这个嘛，传说里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。
夏大哥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我回来了。啊！来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地方啊，野兽尸骨很多，骨头不难找，给你。那我敲啊。敲吧，我也想看看这神骨到底有什么威力。你还没说呢，那股究竟有什么奇特的法力？当你用正确的方式敲响它时，你会知道答案。神神秘秘的，你知道答案？我当然知道。那你干嘛不说？我没法信任你。不过你也别急，等我得到神骨，在大明宫把它敲响时，你就会知道答案。没什么不同嘛，和刚才一样啊。我已经说了，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神灵，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鼓。有可能，这只是一个传说吧。算了，先休息吧。我们都错了。怎么了？神灵已经出现了，就在我们眼前。火堆，看火堆。敲鼓的时候，火还烧得很旺。然而现在，你是说神灵的力量让火堆更快熄灭了？不，这火堆是正常速度燃烧完的。那不可能啊！刚才挺多柴火的，要烧完怎么也得半个时辰啊！我们就敲了一下鼓，一眨眼的时间呢。不是一眨眼，在敲鼓之前我看过，当时太阳在那边，而这一眨眼，太阳跑那儿去了。难道说我们敲了一下鼓，本以为只是一眨眼，其实这一眨眼，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时辰。骸骨敲响神鼓之时，神灵夺走了我们的时间。少主，前方。会不会我们搞错了？不可能，敲鼓的时候火堆绝对没灭，太阳的位置也不对呀。
也就是说，这蛊真的夺走了我们一段时间，而我们却丝毫没有察觉。有可能是。难道说这世上真的有神灵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神灵。你自己不也是翡翠部落的神女吗？正因为我是神女，所以我才更明白，这世上并无神灵。从小到大的祭祀祈求，从来没有过任何回应。那些神灵、妖魔，不过是人心的苦求。可是只有神灵才能夺走时间，这是蛊的神奇之处，你也见识了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，这蛊到底是不是有神灵。夏大哥，如果我敲蛊之后，真的有神灵出现，你就砍他一刀试试。荣幸之至。就感觉鼓声一响，然后你就出现在我的身边了。我也是。正像蓝马山记所说，没有鬼神。这神鼓敲响之时，在小范围内可以迷人心智。刚才鼓响之时，我站得比较远，看得很清楚。你们二位都没动。这不是鬼神之力，又是什么？《黄帝内经》曾提及祝由之术，你们可听说过？我知道，大唐名医王涛所著的医书《外台秘要》中，便分有祝由一科。这一脉相承，常有神思不属、心智异常之病。祝由术曾经用歌声、舞蹈平复心智之乱，和敲鼓有异曲同工之处。祝由，不就是巫术吗？不，绝不是巫术。这应该是用声音、动作影响神智的一种医术。现在我们还弄不清楚这里边有什么秘密。或许几千年后，应该有个真正的名字
发扬光大。可这只蛊怎么会有迷人心智的功能？或许就像传说一样，这蛊是由天外飞来的什么奇物所造，才会有此奇效。所以，这么多年来，这蛊独一无二，无人能仿。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就知道苏爵为什么要拿这只蛊了。苏爵要在大明宫假作刺杀之举，就得带兵刃上殿。要过禁卫这一关，就要借用这神蛊之力。可是，这蛊敲响，敲鼓的人自己也会受到影响啊。既然这是声音迷乱心智，或许有办法应付。果然没错，塞住耳朵听不到声音，就不会被这个声音所迷惑。那我们就不用去长安了，反正没有这蛊，苏爵就算去了长安，他也不能行刺啊。不行，就算没有神蛊，苏爵还会想其他办法。长安一定要去。只怕我们来不及追上苏爵。还有一线希望，就不可以放弃。尽力吧。来，哎，轻点，哎，顶住他。苏爵已经领先我们太多了，还有机会。灵儿已经先一步赶回长安，他看见乐团里没有我们，一定会有疑惑。哎，可是，灵儿走的时候还不知道苏爵的真正面目。更关键的是，苏爵他曾经说过，内卫里有人和他合作。你觉得就凭我苏爵，能够知道歌房这么多秘密，能够杀得了那些内卫吗？大唐内卫里有人跟你合作，而且身份不低。海东来，只有他会如此巧合的分别出现在瑞丽和南诏。你和他合作？海东来也在回长安的路上，他如果是先到的话，灵儿会有危险。希望是我杞人忧天。走吧。终于到长安了。你们这样轮流守着，累不累啊？快到长安了，对你要特别小心。红泥对我冷淡点也就算了，我们两个关系不是好的吗？好什么好？你还跟我一块救过舒南陀呢。
别说这个。怎么？你怕啦？你怕苏爵知道？放心吧，我不说。你想怎么样？你相信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你看，我答应你不嫁给苏爵，这不全都照办了吗？接下来就要看你跟红泥谁更有本事嫁给他了。别想挑拨离间。我不是开玩笑的。啊，红泥和你，苏爵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如果有一天红泥嫁给苏爵，你甘心吗？如果你嫁给了苏爵，红泥他会甘心吗？我不会听你的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你自己想一想吧。我终于追上你了。我觉得你跟苏爵比较般配。苏爵在大唐内卫的帮手是谁？你知道吗？知道，那可是内卫的大人物，他就是想套话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你说了挺多了。内卫大人物不就那么几个吗？总统领岳双行，左司关长岭，右司海东来。这三个里面最贪婪的就是海东来。难道说就是他？好，别说，别说。这怎么有个弩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就算我们到了长安，怎么拆穿苏爵的阴谋？去总院找灵儿，她可以证明我们的身份。如果苏爵比我们先到长安，那我们说什么也晚了。我们追不上苏爵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到前面的小镇看过，镇上面贴着我们三个人的画像，在缉拿我们。大唐境内到处贴满了缉拿我们三个人的海捕文书。什么罪名？说我们是镖国悍匪，冒充王子，偷盗神骨。是苏爵干的。镇上有人注意你吗？暂时没有，可我们也进不去，没办法购车买马。更糟糕的是，听镇上人说，镖国乐团已经进入大唐境内，我们追不上了。你们身上还有没有银子？最后一点了。这样吧，夏大侠，您去偷3匹马，然后把这些钱财留给那个马的主人。我们避开官道，前往长安。买马也没有用，我们追不上他们。不，咱们还有机会，因为快过年了。什么意思？路上说吧，夏大侠，先偷马吧。嗯。
千里，终于到了。看看吧，这就是长安。9天昌河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书。这是万城之城，这是天上地下最神奇的城池。这是李世民、武则天的长安，也是郭子仪、李药师的长安。多少雄主名将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身影。而现在，我来了。你来送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这个人特别爱说实话。你不看好我？先要刺杀唐皇，然后再出手营救，还要借兵杀回南诏标国。我的少主，你这简直是异想天开。哼，我当然不看好，因为只要走错一步，脑袋就得搬家。你看过我走错吗？你老爹的尸体还在土林呢。这都是舒南陀的错，不是我。啊，这么凶啊，我可害怕。我计划了这么久，绝对不许失败。这个跟我没有关系。反正到了长安，你就得把我亲生父母的消息告诉我。不急。怎么？你想反悔？如果你不兑现承诺，那我就不当第一舞姬。没了舞姬，我看你还怎么献乐？别，到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驾！苏决现在已经到了长安了，到了也不代表就能立刻上殿献乐。谁会阻拦他？时间，如今已是正元18年正月，新年正月，朝中有许多祭祀礼仪，所以我们还有时间。驾！苏公子，请这边走。这院落就是苏公子等人居住之处。那乐团那边呢？乐团那边已经都派人安排妥当，请您放心。哦，这里是鸿胪寺所属客馆，专门用来迎接各国使节的。这边请。好。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找我。好。那，敢问阁下是？不敢。小女子是鸿胪寺点客署署丞邢双蝉。哦，邢姑娘。是。邢姑娘，我等对大唐皇帝礼敬有加，不知何时才能去大明宫献乐？现在是正月，祭祀众多，还请稍等几日。哦，好。邢姑娘，这是本国自产的香料，算作是给你的见面礼。这未免太贵重了吧？哎，我跟邢姑娘一见如故，这一点香料算什么？那就多谢苏公子。还望邢姑娘跟圣上递句话，就说我标国乐团正月赶到，也算有些喜庆的缘分，不如尽早去大明宫献乐，为大唐皇帝庆贺新年添些喜气，你觉得呢？是，一定帮公子转达。那我先告退了。好，邢姑娘先去忙吧。你倒是谁都不放过。夜长梦多，尽早献乐，你也该抓紧练武了。那你不绑我吗？你现在是第一舞姬，怎么绑你？好，那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有点累了。你们要给我看着他点儿，一步也不能让他离开。是。